你怎么穿个睡衣就？我没有衣服啦，我只剩为什么只剩这件衣服？那衣服呢？衣服都收在后面的行李箱了，给你们看。这边只有2个，我现在用下面垫一个行李箱，第3个，然后可能还要再去买第4个。为什么啊，贝贝？因为我们之前说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跟大家分享，那这个重大的决定就是你来说，一起说嘛。我们讲了，等一下呢，我们好紧张哦，讲不出口哎。我们吊了大家半年的胃口，有吗？有用到大家有。不信呢，你们就回顾那几个视频呢，我都有慢慢的一些提到，然后路易斯也有提到，对不对？对，可能大家也没有很在意啦。我们这样半年来透露一点一滴的讯息，就是我们要回中国啦。是冷，而且这件事情呢，是会导致我们人生改变，对不对？算是一个新的起点吧。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就是对我们2个来说都是一个关闭一个过去，然后打开一个新的大门。一个 new chapter。对我来讲应该还好，对我来讲就是关闭一段过去，然后重新再回到过去。但对你来说就是关闭一扇大门，再进入到一个新的未来。对，而且这个事情呢，就是等于是我连根拔起耶。因为你是哪一年来的加拿大？1994年的7月23号，而且7月那么巧，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截止到现在，你在加拿大已经生活了差不多28年的时间。然后在来加拿大之前，你是来自台湾嘛，对不对？所以等于你之前有去过中国大陆吗？有啊，那个3次吧，2次到3次了。上海1次，北京1次。哦，对，上海、北京加昆明，然后他都有去过。那之前去的时候，其实内心就也都觉得环境啊各方面都挺不错的。当然那时候没有想过要长期的搬回大陆去生活和居住。那这一次打算这样子回去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想要再离我的父母稍微再近一点，因为他们年纪也大了嘛。然后考虑到身体方面的原因啊，健康方面的原因，我觉得回去会比较好。其实以前我可能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意识，是因为以前其实来回中加2国之间其实挺方便的。机票嘛，买了一个机票十几个小时，也有昆明直飞温哥华的飞机，来来回回都很方便。那基本上在疫情之前，我爸妈也都是会平均每年来一次可能跟我们待差不多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当时的那种生活的安排跟模式，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我在这边大部分时间在加拿大这边打拼嘛，然后就是父母会过来玩，然后他们一过来就带他们去各处去旅游什么的。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就导致说我回去不是特别的方便，因为要隔离什么的。然后他们过来呢，我也会比较担心，因为他们没有加拿大的医保，没办法享受这边的医保，所以如果感染新冠什么，或者是生病就会比较麻烦。所以的话就变得说，已经跟差不多上一次爸妈回去是2019年的事情，差不多3年多了，没有再跟家里面的人再见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遗憾，所以就打算说这一次就要回去。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其实之前的想法是说也把父母接到加拿大来一起来生活，但是发现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的简单。就说父母的移民呢，他除了说你工资要够，我的工资是够，毕竟我也属于高收入人群但是就是工资够是一方面了，重点你还要被抽签。对，要抽签，我就很背嘛，然后连续差不多3年多4年一直都没有被抽到，所以就非常的遗憾，就没有办法让父母过来移民。不过我后来想了一下，父母过来移民，其实他们也不见得一定会喜欢这边的生活，因为我妈你也知道，她就是非常的喜欢自己的小圈子，然后非常的喜欢出去就是东跑跑西跑跑的人。然后你让她来加拿大，他们又不开车，然后也不会说英文，然后认识的朋友也没有这么的多的时候，我想不见得加拿大会是一个适合他们生活、长期生活、居住和养老的地方。那他们也对现在在国内大陆的生活也是特别的满意，所以我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回去陪他们好了。因为只要回到大陆嘛，我觉得就是住在哪里都不是问题，因为不管是高铁还是飞机都会特别的近，相对来说就比国内跟国外这个差距就会好很多。因为国内国外就是很麻烦现在回去。
而且最主要，你爸妈的亲朋好友都在中国，对不对？对啊，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动力和一个考量。那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你说说看你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回去？对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这边的医疗系统呢，我个人认为，还有我自己的家里的体验啊，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系统。就是来到这边的人呢，当然都会知道，或者是在国外的人，还不清楚。其实加拿大医疗是免费，没错，但是呢，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要等很久。你要先看家庭医生，对，比如说你今天生病了，然后你今天不舒服，你没办法直接去医院里面去看病，这是不行的，你必须得跟自己的家庭医生去预约。那你也知道，就是家庭医生都很抢手嘛，很多人都没有家庭医生，或者是说，尤其是像老人呐，如果他们过来不会讲英文的话，一定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医生是能够讲中文的。讲中文的家庭医生更是奇缺，市场的奇缺货，所以就更是难预约。像我就没有家庭医生啊，你也没有吧？我有啊，你有？对啊，但是我已经差不多10年没看过他了，因为每次约他都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宁愿去看一些就是叫所谓的 walk-in， 就是你不需要预约，你直接走进去就可以看医生的那种医生。但是那个也要排队排很久啊，就是你看，像我在这边28年了，我没有家庭医生根本找不到一个家庭医生。你看这边的医疗系统就是要让你排队，好的。重点是你看了家庭医生之后呢，家庭医生比如说他看，如果不是一些很常见的病的话，他当场他也做不了任何的决定嘛，那他要去让你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验个血啊什么的。好，验血还好一点，拿化验单，你可能当天就可以去实验室就可以约到这个验血的空位。但是如果是你要做一些 B 超或者是叫什么 X 光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乱七八糟这种比较需要动用到一些大型仪器的，你来说说看是会怎样？像我最近呢就有约要去做 B 超嘛，你知道吗？光做个 B 超要排18个月，就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医院，我整个就大翻白眼，这样一直翻哦。这种医疗系统，你说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大病呢就没啦。然后呢，你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呢，你要再把这个化验的报告再拿去给你的家庭医生看，还得再约一次。好，约了之后，医生看，戴着那个眼镜啊，那边看完之后跟你说，我治不了这个病，你得看专科医生，然后呢，再把你转给专科医生。妈呀，这个要再等多久？就看你的病的那个专科医生要排多久啊，但是通常都是半年起跳吧。对，当然了，但有的人很多人就会跳出来说，那如果你病得比较严重，你的病比较紧急的话，当然你是可以缩短那个等待的时间，这个确实也没错。但是讲真的，很多疾病的变化和发展就在一瞬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等，哪怕是1天2天，我都不想等。我之前有过一个手术的经历嘛，在加拿大，然后我当时等专科医生，当然我那个不是特别的，不会危及到生命，对我来说确实不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等专科医生是等了1年，然后我排手术是排了1年，所以我前后一共是排了2年的时间。那你说这2年我会死吗？我当然不会死，对不对？但是我就会很痛苦，因为那个问题就是给我造成很多的困扰，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它不致命，没错，我可以等，我熬得住等。可是这2年我的整体的生活质量是很糟糕很差的，造成你生活的不便。对，当然就是医疗这一方面，就是我又特别的去注重它，然后加上我本身我是觉得我身体没有很健康啊，但是所以在亚洲啊，在台湾啊，在大陆啊，看医生这方面呢就非常的快，因为也有带家人在台湾看过嘛，对不对？大陆我相信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对，大陆也是一样啊，就是当然大城市可能也是会需要排，但是至少不会像这边就是需要几个月、几年的时间，不会排到这种程度了。对啊，就是你去医院挂号看医生，你当天就可以看，然后看了呢，可能当天报告也就出来了，最多可能就明天就出来，然后要做什么手术呢？开药呢？就是可能1、2天的事情。1个礼拜的事情就可以了，不会像这边就是你要等很久。反正呢，就是这个医疗系统呢是很多人诟病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促使威利说他想要回去不管是大陆或者是将来不知道台湾有可能的这么的一个原因。之前是不是一起买的那个车子啊、房子啊，这一阵子都卖掉了？
对，前两天一直都在就是甩货嘛，然后不管是大型的资产啊、车子呀、房子呀，然后包括后续的就是小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有就是都逐渐的卖掉。这一次要回国会焦虑、会紧张或是担心吗？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其实就是从大陆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大陆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跟状况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担忧。那可能会有不舍的情绪比较多吧，毕竟还是来了8年的时间，以及我们在这8年的时间之内，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跟我们家可爱的表妹一起生活，对，跟表妹住一起啊，所以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离。然后表妹这多少年的时间，其实对我们一直都很好，住在一起也很有感情，住在一起对6、7年的时间了，所以非常的舍不得她。然后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妈妈也在温哥华，所以也会很舍不得她。所以我想更多的是不舍。对我自己而言的话，虽然说我可能直系的亲属只有表妹和表姐2个人在加拿大，但是我也在这8年的时间之内交了很多的朋友，对不对？包括工作上的朋友，还有生活中的朋友，其实也都是很舍不得。我来加拿大，然后这么8年的时间，其实得到很多人的关照，就是在工作跟事业上得到很多人的帮助。那这些比我大的，或者是跟我同龄的姐姐或者是兄弟姐妹们，其实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不舍得的。前两天就是有逐渐跟一些很好的这些朋友一起吃个饭，算作是一个最后的道别，其实都很伤感。当然了，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声音，很多人对于我们回去的这个决定是非常的不理解的。然后我是觉得说家人很重要嘛，对不对？就是我不能那么当然我在这边如果就是说，我能够有现在在温哥华加拿大的这一切，也是因为我的父母在国内，以及父母前期的一些支持，然后培养我，让我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读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呢去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那现在在他们需要我去照顾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就是就不管他们，对不对？他们为我付出这上半生，那他们现在需要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要回去。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啊，怎么会特别不理解对我们这一次的行动？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家人很重要。好像大多数的人听到我们要回去大陆，就是当然第一个是很惊讶，然后再来是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好像国外就是比较好，好像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是不是？也不是，我觉得应该就他们可能也看到我们就是在加拿大，就是相对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算是生活就是比较进入到正。那会担心回去之后的隔离吗？然后上飞机之前会不会很紧张啊？现在的隔离政策是怎样？我人生是没有隔离过，但是据你跟我说隔离会上瘾，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害怕。反正隔离就正常，因为我们平时我们生活也很宅啊，就是都待在家里面，也没有太多的外出什么的，所以隔离无非就是换一个房间待而已。所以对我来说，依然就是学习工作而已。我今年初回台湾的时候有隔离，不对，应该是去年12月的时候有隔离。我超级喜欢隔离，因为你想你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3餐都有人帮你送上来。然后你要点外卖啊什么的，就超级方便。然后我就在隔离期间就剪出了4、5部的影片，我就觉得超有效率这样子。我自己是个人还蛮喜欢隔离的。现在的隔离政策的话呢，就是昨天出来的最新消息，就是我们现在回去上海之后呢，隔离就不再需要是8+2，一共是5+3，其实就比之前就少了2天的时间。少2天。对我们外地人来说的话，非上海人来说的话，就是少了2天的时间。现在昨天又出来说没有那个飞机的熔断，是不是？对，这样的话就会飞机的价格应该会下来。不过这个倒是对我们影响没有特别的大。有大有，因为不熔断的话就不用担心说登不了机，会班机会被取消。然后还有就是核酸的次数呢，有2次减为1次。对，就省了一笔钱。因为原本2次的话要400块加币一个人，那1次是多少？可能就减半吧。然后反正有很多新的政策，对，就是放松了这个。然后回去之后，因为我们第一个城市先抵达上海嘛，所以我们就要上海隔离，现在是变8天。然后我们之后回到昆明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重复隔离了，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很自觉，就是在家先待一段时间了，就是不要给民众跟社会造成恐慌。那之后回去中国的生活啊、工作啊、方向啊，
这个就随波逐流吧，我觉得。对，我觉得走一步算一步，就走一步算一步，因为我还是会带一些加拿大的业务回去中国做嘛，因为毕竟我那么多年做自由职业，其实我的职业除了口译那一部分，好像需要。口译也有很多线上，除了有一部分就是线下的口译没办法做，其实像笔译啊，还有一些线上的口译的话，口译可能线上也要时差的问题，可能也做不了。但是笔译这一块就是还是可以从加拿大这边带一些客户回去做。那剩下的时间的话就看机会了。我自己的话会想要继续从事我之前在加拿大的就是翻译的行业，不管是口译还是笔译。那我会想说先找一个企业，然后呢到企业里面去做全职的口译或者是笔译的工作。目前是这么打算的。具体城市的话，我觉得就随工作走，然后看到时候哪一家大公司就是慧眼识珠，然后能够识到我的话，那我就去他们公司，然后就住在那个城市。那如果是抛开工作这个话题的话，会比较喜欢几个城市，就除了昆明之外，我可能会首选成都。我觉得成都一个是离昆明很近，这样的话离父母也会特别的近。二来呢，就是就成都就挺好的，在中西部吧，中西部的一线城市，对啊，可以避开北上广的竞争。对我来讲的话，我当然还是大家也知道星巴克人嘛，我当然也是很希望就是可以继续这个在星巴克这个企业里面继续。那我比较想要的是，可能就进一些那个总公司去做 office 的事情，这样子就不是在 retail 就是实体店里面做那些前线的工作这样子。那在结束这个视频之前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频道呢之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去到大陆的话，应该更多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大陆的生活点滴啦，就是依然会很精彩，这个是毫无疑问。就是每一部都当那个大片在拍，也没有啦。就是我们虽然说更新有点小慢，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做很多的工作，就是每一部都在认真的对待，比较会偏向旅游啊。你们大家也知道，我的频道就是比较注重在旅游方面啊，还有我们夫妇的日常生活，所以你们也继续关注我们呢，你们就可以继续观看说在大陆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吃的啊、吃喝玩乐这些东西。拜拜，拜拜，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哦。